开了家蛋糕店后，我被迫包圆了婆家所有亲戚的生日蛋糕。2年来，大大小小送出近100个蛋糕，只是他们从来没给过1分钱。这天，小姑子又来店里，要给她老公表哥的爷爷订一个9层贺寿蛋糕，要用你们店里最好的那款奶油，水果你要另外买进口的，不然他老人家吃不惯。我明天中午过来取，要做得仔细些，样式就要最豪华那款，别给我丢脸了。由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我直接报价让他先付款，还打了一个亲情折扣。小姑子却恼羞成怒，店都是我们家的，没听过在自家店里拿东西还要给钱的。我妈出钱给我开的店，怎么就成她家的了？我刚将新出炉的蛋挞和可颂端出来，就看见小姑子琳琳满面春风地推开门进来店里。小姑子笑盈盈地走来，眼神在店里四处打量，手里熟练地拿起一个蛋挞就往嘴里塞。她呼呼吹气，一副烫嘴的样子。嫂子，我又来照顾你生意了，是笔大单呢。我要订一个9层蛋糕给我老公表哥的爷爷贺寿。听见小姑子的话，我没半分欣喜，毕竟她所谓的照顾生意，从来没有付过钱，都是直接占便宜。我将剩余的蛋挞和可颂在玻璃展示柜里摆放好后，拿起一旁的款式图例放在她面前。我带上客气的笑容，只是语气难掩冷漠。那好呀，来选个你要的款式吧。小姑子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异常，很快选定了最豪华那款福禄寿贺寿9层蛋糕。就这个吧，样式很喜庆，记住要用你们店里最好的那款奶油，可不能糊弄我。水果你要另外买进口的，不然他老人家吃不惯。我明天中午过来取，你要做得仔细些，用料要扎实，别给我丢脸了。他说完也不顾的反应，顺手拿起柜台边的盒装的玫瑰饼，就准备离开。我把他的要求记录好，看他要走，赶忙叫住他：琳琳，你的要求都没问题，不过这个需要先付款，原价是1888元，不过我给你个亲情折扣，算上你刚才吃的蛋挞和手里的玫瑰饼，一起给个1500元就行。小姑子满脸难以置信，似乎不敢相信我刚才那番话，毕竟她已经白嫖习惯了。这蛋糕店是新婚时妈妈出资给我开的，自从开了这蛋糕店，婆家的7大姑8大姨、4舅舅5叔叔的生日蛋糕就默认被我给包圆了。尤其是小姑子家里，连同她婆家的哥哥、妯娌、奶奶、外公的生日蛋糕都让我送。开始我是想着新婚不久，看在老公的面子上，给亲戚送些蛋糕也没什么。妈妈也让我不要计较那么多，可是久而久之，却发现他们得寸进尺了。很多不着边际的亲戚生日蛋糕也让免费送。2年来，大大小小送出近100个蛋糕，那些亲戚也从来没给过1分钱。我每次提到钱，老公林志山总是一句：“都是亲人，不要计较那么多。一个蛋糕又不值多少钱，就不能大气一点吗？”可是这店是我妈出钱开的，而那些是她的亲戚，更何况其兄弟还明算账呢。因为她的那些亲戚，我和她爆发争吵，婆婆和小姑子知道了，我以为他们会帮我说话，事实却是他们站在一起指责我，不给我好脸色。身为邻家儿媳，这是你分内事。我哥那么敞亮大气的人，嫂子你这样太给他丢人了。我也因此看清他们一家的嘴脸，拿自己的钱给他家做人情，还没落个好下场。后来老公给我服软道歉，可是心里的疙瘩消不去了。小姑子这次能有个笑脸，也不过是想要和以前那样在我这里占便宜，只是以后她都不能了。小姑子顿住脚步，一脸讪笑着：“嫂子，你别开玩笑了，大家都是亲人。我想着你来照顾你生意，
怎么还要我给钱呢？我扯着嘴角皮笑肉不笑，重复着刚才的话，一共1500元。你是现金还是线上支付？小姑子见我不想开玩笑，顿时也冷了脸色，语气不善道：“都是一家人，苏田，你不要太斤斤计较了。反正你先把蛋糕给我做好了，我明天就要，做得好我再给你钱。”小姑子说完，冷哼一声，就要转身离开。我不急不慢道：“店里都是先付款才能下单。我先告诉你，你不付钱的话，那这个蛋糕我是做不了的。”小姑子却好似没有听见一样，径直离开店里。我已经明确告知她了，便也没有把这事再放在心上。她要的9层蛋糕自然也没有做，毕竟她想要占便宜的心思明晃晃地摆在了台面上。我以为她会知难而退，没成想到了第2天，小姑子竟然直接到店里向我索要她的9层蛋糕。苏田，我要的9层蛋糕在哪？我着急要，你赶紧包装好，我直接拿走就行。小姑子林林四处搜寻着，说着还想要往烘焙坊里面走去。我立即挡在她身前，冷冷道：“不用看了，昨天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先付款才能做这个蛋糕吗？”林林不以为意，还以为我在诓他，毕竟以前他的要求我都会满足他，而且就算不看他的面子，还要顾及林志山的情分呢。他还在四处张望，确认我真的没有做这个蛋糕，整个人突然癫狂起来。林林一把将我推开，我反应不及，后退2步，刚站定，便听他恶狠狠地指责：“苏田，蛋糕你竟然真的没做！我都跟人家承诺了，现在你让我丢大脸了！我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方法，赶紧在1个小时内把蛋糕给我做好！”我不由得嗤笑出声：“做不了，就算你现在给钱，1个小时的时间也根本不能做好。”也许是我的笑刺激到了林林，他甩起那个满是铆钉的手提包，直接砸向他旁边的烘焙展示柜，玻璃应声碎裂。飞溅在里面的小蛋糕上，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我一跳。反应过来后，我大喝一声住手，林林却置若罔闻，转身又掀翻面包架上的其他甜点面包。既然你不做我的蛋糕，那你这些面包也都别卖了。他说着就把陈列好的面包都拿出来扔到了地上。看着他癫狂的模样，我忍耐着心中的怒火，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有人在砸我的店。”警察很快到了我的店里，擒住发疯的林林。林林一时错愕，然后便开始责问我：“你竟然还敢报警？说着想要挣脱警察的束缚，凭什么抓我？要抓也是抓他。我昨天让他做的蛋糕，他竟然没做。你们知道他让我丢多大的人了吗？”我也没有理会他，嘱咐店员先暂停营业，收拾好店里，就跟着警察一起到警局里。到了警局，我把前因后果都和警察说了。他们看向林林的表情里难掩嫌弃，林林却丝毫没有发现，反而还在自我辩解：“警察同志，这店都是我们家的，没听过在自家店里拿东西还要给钱的。”我当即反驳道：“这店是我的，可和你没有关系。严格点说，这店是我妈妈开的，我也不过是个打工的。”林林不屑地撇了撇嘴：“你妈的不就是你的？你的不就是我哥的？说到底，这店就是我家的。我砸我自己家的店，怎么样也不用抓我来警局呀！警察同志，快放了我！我还要去参加寿宴呢。”听见林林这不要脸的发言，我气笑了。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他们家一直那么心安理得的让我白送蛋糕了。原来一早就把这家店看成是他们家的所有物了。我没心思和他再争论下去，直接和警察要求他必须赔偿，坚决不接受调解。
另外，让店员预估的损失也已经算了出来，加上误工等费用，一共要求赔付2万3。在我和警察沟通期间，琳琳见我不打算善了，竟打电话通知了婆婆。接到电话的婆婆风风火火的便赶来警局。她冲进警局，看见我，扬起手便想要给我一个耳光。警察直接警告她，再不老实，连她一起拘留。她才悻悻地收手，眼神却狠狠地瞪着我，真是家门不幸，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媳妇？竟然把自己的小姑子告到了警察局里，真的是黑心肝呐！说着，她双手猛捶大腿，鬼哭狼嚎着。就算知道婆婆会偏心小姑子，但是想起这2年我对她不薄，她却想要给我一个耳光，心里的那点仅有的情分是消失殆尽了。我斜睨了婆婆一眼，先搞清楚是你的好女儿砸了我的店，你要家门不幸，那也是因为你女儿。婆婆猛地站起身，又逼到我面前，砸了店哪有怎么样？那是你小姑子，你不许追究她的责任。另外，你还要给她道歉，说到底都是因为你没做蛋糕引起的，都是你的错。现在还弄到警局，耽误琳琳她的事了。我不想跟她再说其他废话，直接和警察再次声明自己的诉求，要么赔偿，要么拘留。婆婆见我铁了心要追究，赶忙拿起手机想要找她的好儿子林志山，只是未能如愿，连续拨打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听。对于这个情况，我早有预料，在他之前我就已经打过电话给林志山，无一例外都是没有接听。因为送蛋糕这件事情争吵之后，虽然后续我们再度和好了，可是却隐隐有了隔阂，感情似乎不再像从前。尤其是这段时间，他经常出差，联系的更少了。这次出差3天，直接就联系不上了。婆婆来回踱步，怎么不接电话呢？说着，她还狠狠刮了我一眼。我并不理会，而是催促着：“想好了吗？是选择拘留还是赔偿？”琳琳哀求似的看向婆婆。婆婆见我油盐不进，劝小姑子先赔偿。小姑子不情不愿，婆婆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后，她便同意了。收到赔偿款后，我们几人一出了警局。琳琳满脸鄙夷地看着我：“我是看透你了，斤斤计较没良心，还害得我在我老公家丢了面子。以后别想我家再照顾你的生意。”我连忙作揖：“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琳琳想要发火，但是在警局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警察，冷哼一声走了。婆婆看我的眼神也似要吃了我一般，可最后也没说一句话，跟在琳琳后头走了。既然已经撕破脸，我也没什么好在意的，毕竟我也不和婆婆他们一起住。我回到店里收拾残局，又联系采购了一些新的蛋糕展示柜和面包架。忙活好之后，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再次拨打老公林志山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状态。拖着满身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准备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我刚打开大门，却发现客厅里乌压压地坐着好几个婆家的7大姑8大姨们。而我的婆婆和小姑子琳琳赫然坐在客厅的中心位置。我诧异他们是怎么能进来我家里的，突然想起之前有告诉婆婆家里的密码。他们那审人的架势，看来是为了今天进警局的事了。人这么齐呢，这是在等我。看见我开门进来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小姑子琳琳率先开口，斜睨着我，刺了一句：“哟，还舍得回来啊？这么晚不回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背着我哥在外面跟野男人鬼混呢。”我换好鞋子，这才发现他们竟然连鞋子都没换，就直接进屋里了。再加上听见琳琳的这些话，我怒意更盛，直接冷了眼色，语气不耐道：“
看来小姑子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是和野男人鬼混多了的后遗症吗？我忙到这么晚，那还不是拜你所赐，店都被你砸了，东西都要重新买，怎么现在是还要再来找茬儿？诸位都是来兴师问罪的。说完，我环视正在端坐着的那些个长辈们。林林神情激动，还想要开口骂人，却被最年长的大姨剜了一眼。大姨开口制止住我和林林的争辩：“好了，一人少说一句。苏田，你也不要激动。今天我们来主要是为了主持公道的，我们都是讲道理、明是非的人。”听着大姨的话，我忍住想要笑出来的冲动。这2年，我也是知道婆家亲戚的真实面目了。大事靠不上，小事不想帮，凑热闹倒是一把好手。我平复了下心情，坐在了他们对面的沙发上，想要看看他们能说出什么花样来。苏田，真不是我这个做长辈的说你，今天的事情你太计较了，都是一家人，怎么能闹到警察局去了呢？还在警局给你婆婆下面子，忤逆长辈也太没教养了。今天我们做个见证，你给你婆婆还有小姑子道个歉，另外把赔的钱还给林林，都是亲人，哪能拿这个钱？关于那个生日蛋糕，林林你也把蛋糕钱给苏田，让他再给你补做一个，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其他几个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开口附和着，不外乎是做人要大方些，要家和万事兴。林林满意地点了点头，颇为得意地笑着看向我，眼神满是挑衅。听见他们这些话，我终于忍不住被气得笑出声。大姨，你们可真有意思，我的店被砸了还要我道歉？你们这主持公道是给婆婆和林林主持的吧？道歉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要说的就是这些的话，那就请你们离开吧。毕竟你们的话我不爱听。说着，我便站起身，做出请的手势。大姨欲言又止，而一直沉默着不出声的婆婆终于有了动作。她掩面哭泣，呜咽咽抽泣着，只是眼里挤不出半滴泪，委屈道：“瞧瞧她这咄咄逼人的态度，哪有做儿媳妇的样子？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时我就经常贴补他们这个小家，现在我不过是想着家和万事兴，叫他让下林林，他就这个态度。那店虽说是他妈妈出资开的，那还不都是自家人的吗？因为这店的事情，之前就一直给我气受。”而众人看我的眼神满是指责和不善，纷纷出言宽慰婆婆。婚后这2年，虽然和婆婆是分开住，但是过年过节礼品红包，哪一样不是我自己掏腰包给的？凡是我买给我妈的东西，必定会送同一份给婆婆。至于所谓的贴补，我是从来没见过的。他们全家人占我家便宜，那才是事实。店里一直都给他家亲戚白吃白拿，占尽便宜，没听到好话。反而现在在他口中，我变成了恶儿媳，总是给他气受了。我怒极反笑道：“我可从来没受过你的贴补，成不了你的情。倒是婆婆，你现在脖子上戴着那金项链，耳朵上戴着的耳坠子，还是上个月你生日时候我给你买的呢。诸位家里人的生日蛋糕，哪一个不是在我店里拿的？”其他人停止劝慰，面色讪讪。我没有理会，继续说着：“当时还夸我体贴识大体，怎么一时一个说法呢？既然你们说我是个斤斤计较小气人，那如果我不坐实这个说法，那我不是太亏了吗？”一众人听着我的话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往日被送出去的蛋糕，或者是他们来店里拿的其他面包，由于都要对账，都是一笔笔记录下来的。我拿起手机，把这2年他们各家在我店里拿的蛋糕、甜品、面包都给一一列出来。大姨，这2年你在我店里拿了大大小小15个蛋糕，泡芙35盒。三姑你呢，一共是13个蛋糕，鲜花饼26盒。
蛋挞，等我将在座的所有亲戚2年内在蛋糕店里拿的东西念出来之后，客厅里一时寂静。你们别和我计较，毕竟各位都是大方得体的体面人，肯定不会和我这个斤斤计较的市井小民计较那么多。这钱你们现在是手机支付呢，还是现金？说着，我便把手机收款码给展示出来，递向对面那群人。小姑子琳琳打破了沉默，说：“你小气还真是，我们那是给你店里带生意、带财气，隔这么久，竟然还要大家给钱，不害臊？”我不急不慢地回：“你们白拿人家东西的都不害臊，我有什么好害臊的呢？琳琳看你就是个爽快人。要不就你直接给大家伙的账一起结了吧。”众人听见我的话，眼神殷切地看着琳琳，就等她出口答应。琳琳脸色刷白，眼神躲闪，说话也吞吞吐吐起来。你说什么呢？大姨他们几个看情形不对，有了离开的心思，起身收拾东西，和婆婆说道：“月娥，这说到底还是你家务事，我们还是不参与了。”说完讪笑地看着我。苏田也是，一家人那都是以前的事，下次我们到店里给你帮衬生意一起给了。说完，一干人等灰溜溜地起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看众人还是没有给钱的打算，追上去继续开口：“别下次了，或者我到时候去你们家里要。”他们没有理会我，一溜烟跑了。说到底，这些都是你的亲戚。婆婆，这钱你看，你就一起给了吧。婆婆看着活像要吃了我一样，我的脸面都要被你给丢尽了，真的是家门不幸。你这恶婆娘，我要让我儿子跟你离婚。琳琳也在一旁帮腔：“你根本不配做我嫂子。”说着，两人也不等我反应，就忙不迭地走了。这一天发生太多事，我有些身心俱疲，拨打老公的电话依旧没有接听。我忍着疑惑和烦躁，编辑短信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对于离婚的事，我更想知道他的想法。我以为事情该告一段落了，没想到琳琳又到店里找茬儿。琳琳到店里要订个蛋糕，给钱那种。我看她不安好心的眼神，直接拒绝了。这段时间都做不了，你去别家吧。琳琳顿时急了：“凭什么我给钱你还不给我做？”我没再搭理她，她却突然扫了10块钱，拿起一旁的三明治就开始吃，只是刚咽下去几口，就双手捂着肚子，哎呦呦的叫唤：“你这东西有问题！我吃了肚子不舒服，你必须要给我赔偿，也不用多，营养费、误工费加起来给个3万就行。”琳琳说完，直接躺在地上。周围有些顾客见状，连忙把手中的蛋糕、面包放下。有些付款还没离开的顾客也纷纷要求退款，但有些也提出质疑：才吃了几口，刚咽下去就不行了？别是来碰瓷的吧？是啊，有点太假了。众人议论纷纷，虽然怀疑，不过还是不敢再买店里的东西了。看着琳琳拙劣的演技，我直接戳穿，并把之前发生的恩怨都说了出来。琳琳却恼羞成怒道：“一码归一码，反正我就是吃了你家东西不舒服了，我打电话给卫生部门，让他们来检查下就是了。”说罢，他便真的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我同样拿起手机，选择报警，有人敲诈勒索。琳琳眼里闪过一丝慌乱，卫生部门很快就到了，将琳琳刚吃的三明治带走检验。琳琳还不忘补充道：“我昨天还在这儿吃了蛋挞和鲜花饼，说不定肚子痛和那2份也有关。”工作人员很快把其他一些面包、蛋糕也做了抽样检测。警察到了之后，看见又是我们2人，很是无奈地做着笔录。做好笔录就要带着琳琳去医院检查，琳琳却扭扭捏捏，拖延着不想要去。我翻着白眼开口讥讽：“是害怕事情败露吗？
想要败坏我店里的口碑，怎么不先想想后果呢？林林依然嘴硬，去就去，我不过是从小就害怕去医院而已。到了医院翻来覆去检查好几次，医生都说明没什么食物中毒的问题，怎么可能？肯定是你医院的设备有问题。反正我吃了那3明治之后就不舒服了。警察同志的耐心也已经耗尽，记录好结果后，不再理会他的叫嚣，让我们等几天卫生部门出结果后再来调解。而我的蛋糕店受了无妄之灾，需要关停几天，周围以讹传讹。往日来的不知情顾客还真以为是发生什么食品安全的事，终于抽样检查的结果没有问题，店铺重新开张。只是店里的生意明显稀疏，在调解这天，林林却装起糊涂，那可能是我吃了其他东西造成的不舒服吧，我不追究就是了。林林大概是从小被婆婆宠坏了，以自己为尊，闹这么一出，她简简单单一句不追究就算了，我要追究，我怀疑她是有预谋的敲诈勒索。我说着，打开手机播放当天店里监控拍摄的视频，画面清楚的播放。林林要求我直接给他赔偿3万块钱，直到警察直接将他以涉嫌敲诈勒索拘留，林林这才开始慌了。嫂子，大家都是亲人，你别较真啊，我闹着玩呢。我正色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现在我和你也闹着玩，你别介意。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刘琳琳在后面污言秽语的辱骂。离开警局后，婆婆包括其他婆家的电话我都没有接，毕竟他们都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我店里停业的时候，他们不管不问，现在却想要来求情。而我那好几天没有联系上的老公也终于回家了。老公林志山刚进家门就一把抱住我，连声抱歉解释这次出差一直联系不上他的原因。这次出差洽谈的项目很重要，而且领导比较重视，组里其他人都不敢忙活自己的私事，所以就一直没接到老婆你的电话。合同签约成功，领导很看好我，这次升迁领导说我很有希望。不过算了，先不说这个。老公说罢便撅着嘴就要往我脸上亲，我本能地躲开了。他一时间错愕，反应过来似的继续说道：是因为短信里说的事还在跟我生气吗？离婚那是不可能的事，老婆你别理他们说的。看他的样子似乎还不知道，他妹妹现在被拘留了。我摇了摇头，趁机挣脱了他的怀抱。只是这段时间太累了，你先洗漱休息下吧。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老公的态度很不对劲。明明出差前我们还因为白送那些亲戚蛋糕的事情闹不愉快，回来之后却变得殷勤起来了，像极了在外偷吃后因为心底里有愧疚表现出来的深情，好减轻自己的负罪感。结婚以来，我便没有再检查过他的手机。趁他进去洗澡后，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他的手机，购买记录、酒店记录、聊天记录都没有异常。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瞟见了一款运动软件，点进去之后，屏幕里全是暧昧的聊天内容。看头像，他的年纪似乎比我和林志山都要年长些。我对这个名为娜娜的女生完全没有印象，不过她分享的动态里那些图片里面的蛋糕，我倒是印象深刻。那些全都是之前林志山让我做的，带给他领导同事们尝尝的。不过看来是全部都到了这个娜娜的手中。我胃里一股翻腾，突然觉得这个男人无比的恶心。我忍耐着拿出手机，将这些信息都拍成视频保存下来。林志山刚好洗完澡出来，他的手机也响了，是你妈打来的，估计有什么要紧事。他面色不自然地看了我一眼，那我先接下电话，说着便走到阳台那边去了。
林志山讲完电话之后，看着我欲言又止。老婆，这件事是琳琳的错，可是能不能不要那么计较？她毕竟是我妹。我剜了他一眼，直接打断道：“明天再说吧，今晚我想一个人睡，你到次卧休息。”说罢便不管他，径直回到卧室。夜深了，我翻来覆去还是没有睡意。我和林志山是校园恋爱，毕业不久就结婚了。婚后1年，他进了一家单位工作，目前工资不高，平时一些请客就花得差不多了。家里主要还是我开店赚的钱。婚后除了亲戚上的人情矛盾之外，我和他便没有其他大的矛盾了。没想到出轨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和他的婚姻上。离婚是我脑子里蹦出的唯一一个念头，要先拿到他实质性的出轨证据，才能做下一步打算。我记得一个朋友专门做这行的，便不顾夜深直接联系上他。起床前，我又听到林志山的电话铃声响了好几次，断断续续的和对面说着什么。我不紧不慢的起床，发现他已经准备好早餐在等着我了。他刚想要开口求情，我抢先说话：“你要给你妹求情是吗？”林志山颇为心虚地点了点头。我痛快地回：“可以。”他顿时一脸欣喜。不过，我继续说道：“我是有条件的。第一，让他录整个事件缘由的道歉视频；第二，让他承担这段时间给我店里造成的损失，总计3万5左右；第三是让你的其他亲戚将以前在我店里白拿的东西全都结清付款。就这3点做到了，我就同意调解。”林志山脸上写满了为难，面色不太好看，想要对我发难，似想到什么又忍了下去。好，我去和他说说。我点了点头，两人各有所思地用完早餐。他去警察局找琳琳，我则去见那个朋友。不知道林志山是怎么说服琳琳和婆婆的，最后他们同意了，拿到了赔付的款项和道歉视频。我到警察局调解，不过虽然取得了谅解，但还是要再在里面待上3天。我找朋友调查的事情也有了结果。娜娜是近2个月刚调到林志山的部门，刚离异不久，是部门领导的外甥女。他们2人是因为部门组织的跑步搅和在一起的，暧昧了1个多月。确实，上次他们出差发生了实质性的出轨，包括2天前他们还一起出去开了房。朋友他把出差时候还有2天前亲昵搂抱在一起的视频都一并发给我。回到家中，林志山满脸殷勤将我迎到沙发坐下。老婆，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升迁的事吗？我颔首，记得。怎么了？他的脸上笑意更盛。过2天领导的妈妈生日，我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家宴，趁这个机会打算表现一下。你给做个9层蛋糕，我给送过去。另外再往里面每层放点钱，做成可以拉着出来的款式，也不用放多少，就放3万3就行。生生不息吉利。这件事之前那朋友有提及过，不过不是领导的妈妈，而是那个娜娜的妈妈，参加的身份也是娜娜的男朋友。我当即表示赞同道：“没问题。”同时伸出手掌，算起来加上放在里面的钱，一共3万5就行。林志山脸色有些难看：“咱们夫妻一体，不需要计较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工资低。”我立即打趣道：“逗你玩呢，什么时候要我做好给你送去？”听见我的话，林志山当即变换神情，眼里藏不住欣喜。后天不用送，到时候直接去取就好。我笑得意味深长道：“肯定会给你一个大惊喜的。”他恍若未觉，看着林志山指挥着人把那9层蛋糕给取走，我不由得笑了出声，仿佛已经见到聚会里众人的表情。林志山想要拿着我的钱去讨好他的其他女人的家人，真是痴心妄想。怎么样，
最后我都要恶心他们一把。3万3的现金是没有的，不过打印出100元字样的红纸的可以有的。上面我还很贴心的给打上了各个祝寿语：100元，福如东海；100元，寿比南山；100元，2+1之母；100元。还没到晚饭时间，林志山便怒气冲冲地回来了。打开门见到我的身影，便冲上前开始质问：“你都干了些什么？不是让你准备好现金吗？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脸吗？现在我的升迁机会被你给弄没了。”我神色淡淡地道：“那管我什么事呢？”说着，我便把他出轨的证据全都甩到茶几上。林志山便换了好几次脸色，终于是冷静下来，默不作声地坐了下来。我直言，也不用说什么，离婚，我不同意，我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我瞥了他一眼，继续甩出他这1年趁着职务便利拿灰色收入的证据，这还是我托朋友调查才知道的。你说了不算，你不同意离的话，我会举报你，让你直接没有工作。你自己考虑下。看见我拿出的这些证据，林志山的面色终是灰败下来。房子是我的，共同财产咱们几乎没有。你今晚就搬出去，明天我去民政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回：好。犹豫一会儿：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们真的没机会了吗？不用表演深情。这些都不重要了，你收拾东西吧。因为这些证据的原因，很快我便和林志山办好了离婚手续。成功离婚后，我把店铺盘了出去，妈妈也旅游回来，在她住的附近重新给我盘了铺子，装修开业。我也很信守承诺，没有把她灰色收入的事情举报。不过我没答应她关于出轨的事情。我直接给他们单位举报他和娜娜2人乱搞男女关系，毕竟他已经白嫖习惯了，不在他们2人在单位名声臭了。娜娜也被扒出是惯犯，最后自己选择调离岗位，大概是出于对我举报林志山的报复。琳琳和钱婆婆竟然选择在网上开直播抹黑我和我的蛋糕店，他们2人声泪俱下。就是苏田这个女人，没良心的。我之前就是吃了她家的面包，直接住院了。我正常索赔，最后还要抹黑我，诬陷我是敲诈勒索。她跟我哥结婚期间总是夜不归宿，不知道上哪里鬼混。不过他们期待中对我的谩骂并没有来，看直播的网友直接戳穿他们的真实面目，在装什么？都有被警方拘留证明了，还在冤枉人家蛋糕店老板呢。你们是忘了自己录的道歉视频了吗？当时的忏悔是骗人的吗？见情形不对，他们2人赶忙关停了直播。事后他们才知道，早在开新店之前，我就在绿树上注册了账号，吐槽那段时间遇到的糟心事，帖子很火，事实真相早被网友知晓。最后网暴了他们自己，因着他们在网上造谣，他们母女2人双双被拘留。琳琳还因此丢了工作，也和她的老公离了心。钱婆婆因为出门都被人指指点点，躲回了乡下。最后一次见到林志山，是去买以前房子的路上。林志山在大马路上被几名男子拉扯殴打着，衣衫不整，只剩下4角裤，旁边还站着一个呜咽哭泣的女人。后来在其他朋友口中得知，林志山调到其他部门去了，还想着要升迁的梦，勾搭上了他的领导。不过人家是有夫之妇，我看见的那次就是他被人撞破了。在那之后，林志山便被单位寻了错处给辞退了，后来也没有再听到过他的消息。不过这些都已经与我无关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等他们走后，我才战战兢兢地从床底下爬了出来。没想到他们对我存的是这个心思。
我嫁给张明德30年，尽心尽力为他抚养他和亡妻的孩子张耀，将张耀从5岁带到35岁，将张耀的儿子带到了5岁。我没想到我居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们要这么害我，要不是今天出门临了发现东西忘记带，我都不会意识到原来他们伪装的那么好。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保险，你们有买保险吗？我也有买，当初为他们买保险是为了他们好，没想到这成了理财了。我这份保险是可以赔很多钱的，那我要以什么作为着手点来进行我的计划呢？就以张耀的儿子张涵作为切入点吧。我打电话给儿媳妇王秀，涵涵说很喜欢在公园玩滑滑梯，你记得带她去玩。过了半小时，我接到了老赵打来的电话，你快来第一医院，你家孙子摔倒血流不止，我又找不到你儿媳妇，患儿张涵失血过多，血库 B 型告急，你赶紧发动血型是 B 型的亲友来医院捐下血。听到医生急切的叮嘱声，我立马挤出一脸哭相，医生，我老婆子也认识不到什么人，你能帮我发个抖音找找好心人吗？医生很热心地答应了，他为我拍摄了一段视频。画面中，我举着张涵的病历单对着摄像头就开始抹着泪。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好，麻烦有 B 型血的好心人可以来医院为我们献血，求大家了。说到这，我哆哆嗦嗦地摆起了手。我们不是占便宜要大家的血，是因为我和我老头子还有儿子儿媳妇全是个型血，求求大家了。我说完后，不顾医生反应，立马按下发送键，还掏出现金让医生买个3万的斗家。做好这些，我借着去洗手间的空隙，捂着嘴在隔间偷笑。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我知道父母都是 A 型血的人，怎么会生出 B 型血的孩子？早在半年前，我就发现了张涵不是张耀的亲生骨肉。原来王秀和他的上司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他们每天早上9点都会约着一起嘻嘻哈哈。此刻他们可能正进行到关键的时候，那我肯定不能打扰他们。想到这里，我酝酿起了哭声，然后就拨打起了张耀的电话。张耀啊，我刚刚接到老李的电话说，涵涵一个人在公园玩给摔倒了，头上流出了好多血呀，你赶紧过来呀。紧接着我给王秀打了电话，第1通没通，很好；第2通关机中，超级好；第3通还是没通，好的不能再好了。我给他编辑了一条短信，里面详细描述了涵涵在哪家医院和缺血的事情。干完这些，我立马给张明德家的亲朋好友、张耀的领导、发小、同事全打了电话。人多看戏才热闹呢，张耀他们和亲朋好友是同时到的。你是怎么看涵涵的？他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他说着就想对我动起了手，好在他的发小拉住了他，还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你领导来了，注意点影响。”张耀一听这话，才将拳头收起，还顺便拉住了张明德，准备打我的手。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你不是看着涵涵吗？他怎么会摔得一头血？涵涵现在是什么情况？医生怎么说？”我捂着头，做出一副惊恐的样子，退后了几下。我用余光瞟向张耀的领导，他果然黑着脸。我红着眼眶开始辩解：“是王秀说要带涵涵去公园玩的，让我在家做饭。”我在家做饭做到一半的时候，就收到了老李的电话。老李说涵涵摔倒了，我吓得立马就赶到了医院。我打了王秀好几个电话，他显示都是关机的。我说着说着就拍起了大腿，惊讶的大喊：“不会有人贩子想抢涵涵？”但是王秀拼尽全力反抗，然后被人抢走了吧？你们快报警找下王秀吧！张耀一听这话，立马就紧张了起来。
拿起手机就开始拨打王秀的电话。看他的神情就是没接通，他吓得立马拨打了报警的电话。边上的亲朋好友也自发地在网络上寻人。张耀这才又重新问我：“韩寒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低着头，医生说韩寒失血过多，但现在血库 B 型血告急，所以得发动周围是 B 型血的人献血。张耀一听这话，果然愣住了。我不给他反应的机会，朝着周围的亲戚朋友们大喊：“你们谁是 B 型血的呀？快救救我的孙子吧！”周围人被我的大嗓门吓到愣了下。我又接着补充：“我们不是占你们的便宜，实在是我们全家人都是 A 型血，捐不了。”张明德那个傻子也破天荒地帮腔了起来：“对的对的，我们全家都是 A 型血。要是我们自己行的话，就自己上了。”周围的人不像张明德那么傻，他们面面相觑。忽然人群中发出窃窃私语声：“全家都是 A 型血，怎么会生出 B 型血的孩子啊？莫非不是亲生的？”我就说那个张耀和张涵长得那是一点都不像啊！别瞎说，小声点，再小声也没用。张耀还是听到了。他铁青着脸咳嗽了2声，就自己去找医生问情况。而一些是 B 型血的朋友们也自发去血库捐血。张耀在找完医生了解病情后，脸色更加铁青了。张明德不明所以，还一直安慰张耀，气得张耀一直握着拳头，但碍于周围人的眼神忍住了。在整个手术期间，大家全是饱含同情地看着张耀。而张耀则是一直不停地打着王秀的电话，但还是打不通。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摘下口罩：“手术很成功，你们可以进去看下患者。”张明德立马拉着张耀往病房跑，张耀却甩开了张明德的手。张明德不明所以：“儿子，你怎么不进去啊？”张耀还没说话，他的同事就发出了嬉笑声。那个同事我认得，和张耀是同岗位的，技术很强，但没张耀人圆滑，会拍领导马屁。张耀老是以命令的口气让他干活，还抢他的项目和奖金，2个人很不对付。他对着电话那头大喊：“帽子上面插着一朵西兰花，绿的别有花样。”这是我今天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的歇后语呢。大家瞬间秒懂他的意思，也跟着笑起来了。也有一些人则是斥责起了那个同事：“瞎说什么呢？”张耀拳头握紧，脸色通红的就冲到了那个同事跟前。那个同事也不怂，默默地挽起了他的袖子，露出了他的2头肌。张耀吓得脸色就白了，他扫视一圈，就将矛头对准了我：“妈，你老糊涂了，我的血型就是 B 型，你干嘛到处和别人说我的血型是 A 啊？”害得大家乱猜想。张明德一听这话，也瞬间反应过来了：“死老婆子，你啥都不懂，就知道瞎说，被你害惨了，看我晚上不收拾死你！”说着就又想动起手了。嫁给他这么多年来，顺他一时我挨打，不顺他一时我也挨打。我也不是没想过离婚，我每提出离婚，我爸就会跑出来说，要是离婚他就不活了。他这句话从我结婚前说到现在，我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我要是清醒，我应该做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活。我要是不清醒，我就应该不会想这么多，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不反抗认命。为此我是痛苦的。我想反抗，但我反抗不了。撕开我的皮囊之下，藏着我爸的影子。多年积压的情绪即将在此刻爆发，但我得忍住，不然不好进行后续的计划。我甩开了张明德的手，红着眼：“老头子要打你回家打，这边打多不给儿子面子啊！”那个同事又在发言了：“啧，还是先进分子。爸爸打妈妈都不阻止，听说家暴是会遗传的呢。
张明德愣了一下，那双手一直悬挂在空中。张耀瞪了张明德一眼，张明德才不作声地往后退。老婆子，你又说胡话了，我什么时候打过你？我听到他说这句话，那是又想笑又想吐。张耀见情景不对，开始打起了圆场。我们进去看韩寒啊，眼见他想逃跑，但我怎么能如他所愿？我握着张耀的手，满脸疑惑地问道：“儿子，你是 B 型血呀？”张耀点了点头。我大拍双腿：“哎呀，这样子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自家人不捐血，故意让别人来捐，占人家便宜呀？”张耀无语地对我翻了个白眼：“直系亲属不能捐血的。”我当然知道直系亲属不能捐血。我不理会他的回复，接着说道：“我们可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我再去看一眼体检报告。我从包里掏出了张耀的体检报告单，上面血型赫然写着行。幸亏张耀之前在这家医院做体检，我才能打印出他的体检报告单。我将那个报告单带有血型的那一页故意不小心地丢到了那个和张耀有仇的同事手上。那个小伙子，麻烦将那个体检单还给我哈。那个同事不负众望地指着那个血型页，面对着张耀大喊：“张耀，你是不认识字母吗？这上面明明写的是你的血型是 A 型啊！”话音刚落，张耀的脸伴随着大家同情的眼神越来越黑了。同事赵拿摇头晃脑，挑衅地问：“这总不会是医院搞错了吧？”他强挤着笑脸辩解：“我记错了，我老婆的血型是 B 型。”话音刚落，远处传来王秀的尖叫声：“我的血型是 A 型啊！你们谁是 B 型血啊？快救救我儿子啊！”张耀想冲过去捂住王秀的嘴，被赵拿用脚勾住。张耀吃了个狗吃屎，但他还是不停地对着王秀使眼色。王秀充耳未闻，一个劲地喊道：“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有找到 B 型血的人来救我儿子吗？可惜我是 A 型啊，不然我就给我儿子捐了。”我弯起了嘴角。原来王秀不知道直系亲属不能献血的事情，也不知道2个 A 型血是不能生出 B 型血的。那这场仗岂不是很好打？人群中又是一片窃窃私语和嘲笑声。张耀气得不顾疼痛，很麻溜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拉着王秀就准备往楼梯口走去。我赶紧上前阻止了：“你这要是把他拉走，大家接下来要怎么看戏啊？”我从张耀的手中夺过了王秀，对着王秀开始抱怨了起来：“王秀，你去哪里了？打了那么多个电话，你怎么不接呀？”王秀支支吾吾，眼神躲闪：“公司临时有事，让我去公司加班，我手机没电，所以接不了电话。”我接着逼问：“那你公司有事，你打电话让我看韩寒就行了，你干嘛委托老李照顾啊？”王秀不自然地顺了顺头发，那时候事情发生的比较急，所以就托老李照顾了。明眼人一看，王秀就有问题，连张耀也看了出来，但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为王秀圆起谎来了。下次注意点，再有这样子的急事，就给妈打电话。他指着病房门：“韩寒没事了，你先进去看他吧。”王秀点了点头，就往病房方向走。刚走没2步，就被我拉了回来：“秀，大热天的戴什么围巾？不嫌热得慌？妈给你放下。”我趁其不备，就将他的围巾扯开，围巾带走他脖子上厚重的粉底，露出了一大堆新鲜的吻痕。“秀，你脖子上那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到我的话，立马看向王秀的脖子。王秀吓得立马要夺回围巾，但他的力气没我大，他只好用手捂住脖子：“没什么，就是被蚊子咬过敏而已。”正巧身旁路过一个护士，我拉住护士的手：“护士，你帮我看看我儿媳妇脖子上是被什么虫咬的。”王秀还在推辞，但我一把就将她脖子上的手掰了下来，
还大力地控制住他的双手，让他不得挣扎。大家可以将他脖子上的印记看得一清二楚，护士一眼就看出了脖子上是什么。这哪是蚊子咬的呀？明明是2小时之内的吻痕。王秀手足无措地看着张耀，张耀气得咬着牙，但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赶走了护士，将火气全发泄在我的身上。老婆子什么都不懂，就知道瞎逼逼。我低垂着脑袋，一副无辜相。我也是关心儿媳妇，她公司路上有一大片树，我担心她被什么虫子咬。赵拿冷笑一声：“阿姨真是太操心了，她都没去公司，何来被蚊子咬？”一说，我很配合的接话：“她不去公司的话，那她去哪里呀？”赵拿掏出手机，吃瓜群众纷纷围了过去，当然是去酒店私会某人了。画面中赫然显示了王秀和她上司刘莹2个人在酒店阳台亲吻的视频。张耀这下再也忍不了了，对着王秀就一巴掌。你说那个视频是怎么一回事？王秀捂着嘴巴还在辩解，这是 PS 合成的。张耀又是一脚过去，韩寒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儿子？王秀疯狂点头。韩寒当然是你的亲生儿子，但眼神却瞟向远处，顺着王秀的目光看去，就见视频中的男人正满眼心疼地看着王秀。张耀显然发现了，从兜里就掏出一把匕首向他冲去。他脾气坏，结了不少仇家，所以他有随身带匕首的习惯。我在心里默默祈祷，那个大汉一定要自卫反杀成功啊！可是上天没有听到，张耀刚拿刀出去，就被大家伙拦下了。混乱中，赵拿靠近我的耳边：“我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靠你了。”张耀被拘留了，他工作也没了，他的绿帽事迹在亲朋好友还有同城圈子一直流传。张明德气得一直想去找王秀麻烦，王秀则是提出了离婚要分张耀1半的身家。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张耀不举，害得他寂寞，所以才这样子出轨的。在张耀被放出来的第1天，我想通了，那么死太便宜他了，我要他和他老爹张明德一无所有的痛苦死去。我做了一大桌的饭菜，我故意火上浇油：“张耀，多吃点啊，你被关了那么多天，肯定没吃啥好吃的。那个王秀也真是太没良心了，你对他那么好，房子写的还是他的名字，他居然给你戴绿帽子。戴绿帽子就算了，韩寒居然还不是你亲生的，不是亲生的也就算了，王秀还到处造谣说你和金针菇一样。不行，这造谣就算了，他还准备分你1半身家。”我的一阵连环杀心吐槽，很成功的让张耀放下了筷子。张明德踢了我一脚：“死老婆子，又胡说些什么？”我打了下自己的嘴巴：“都怪我这嘴啊！”我抹着眼泪哭泣：“这可怎么办呢？财产分1半，要以后怎么娶得到媳妇啊？张家岂不是断后了？”我还没哭2声，张耀就将筷子重重地摔在了桌子上。哭什么哭？我这不是还没死吗？断什么后？猛然间，他突然就凑到我跟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对我笑出了声：“妈，你要不要和爸离婚？”离婚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想过无数次，但是我都没有在他们俩面前表露出去。他这么说，莫不是发现了什么？我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但还是强装镇定地反驳：“我怎么可能想和你爸离婚啊？”张明德扑哧一声笑出来，向张耀炫耀：“儿子，我早和你说了，这个死老婆子肯定不会和我离婚的。她都这把年纪了，和我离了哪里有地方住？她那80岁的老爹知道这件事情，还不气得入土了。”我用手狠狠地掐着手，不让自己忍不住要抽张明德。我装作猛然的样子，开口询问张耀：“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真要我和你爸离婚啊？我虽没生过你，
但我也养了你那么多年呢，我可舍不得你呀。张耀对我的表现很满意，他摇了摇头：“妈，这不是真离婚，是假离婚。什么假离婚？”张耀给我解释了起来。我想了个法子，王秀不是要分我的财产吗？我写一张纸条，写着我欠你个500万，婚内债务都大于婚内财产了，王秀肯定分不到什么东西。到时候还不乖乖的离婚了？我犹豫了好半天才开口，人家肯定不信的。张耀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所以就有离婚这件事情。我爸因为这事气得和你离婚，还把家里的房子给你用来抵押债务，这件事情就说得通了。我刚想搭话，张明德就很不耐烦地插话：“死老婆子，别多说了，你的脑袋和驴一样蠢笨，怎么说你都是不明白的。我们怎么说怎么做，我们马上去办理离婚吧。”我仍旧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好的。拿到离婚证和房产证后，我没有回到那个家。我以王秀到时候会找我们麻烦为由，哄骗张家父子出去旅游。我借口我爸身体不舒服，需要回家照顾他，就不和他们一起出去游玩了，而是将那套房子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降60万，只求快速转手。大降价之下，必有很多买家。在众多买家中，我选择了一个练过功夫、蹲过局子，并且家里还有一个超凶老爷、电波纹眉毛的老奶的神奇组合。只有他们才能将张明德父子压得死死的，一般人是斗不过张明德父子的。在我做好这些事情后，我给王秀和韩寒的亲生父亲发了600的份子钱。要不是王秀执意要离婚，我的计划哪会那么顺利？对了，还得给张耀的高中同学，那个学法律的，也发一个红包。张耀真是没记性又贪财，高中欺负过人家，居然还想白嫖他的法律知识。幸亏我提前找到人家了，不然事情怎么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呢？在我在酒店享受美好生活的第7天，张耀回到家后，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他直接弹过来一个视频，视频里他面目狰狞：“你怎么把房子给我卖了呀？老东西，你在哪里？快给我回来！”张明德则是脱下他的人字拖，对着屏幕摄像头开始挥舞了起来：“死老婆子，我劝你马上回来，不然我打死你！”我皱着眉头，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你们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啊！那个房子本来就是我出资购买的，我们现在离婚了，你自己知道，理亏将房子给我，我自己的房子我还不能卖吗？”张明德被我气得一直在捶胸口：“死老婆子，我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张耀眼珠一转，就打起了同情牌：“妈，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的，但你这么些年对我的好，我也是知道的。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哈。我对你的好你知道，你真要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将我的速效救心丸换成维生素。”我冷笑一声：“你要是知道我的好，就不会逼着我回去了。”我不想多听他发言，直接将他拉黑一条龙。我就登上了热搜，标题为继母转走家中全部财产。张耀找了1919玫瑰眼来报道我这个事情。张耀在视频里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说我就是个黑心的继母，从小到大对他是非打即骂，房子全是张明德自己挣的，和我没啥关系。但是我心肠恶毒，借着不愿意给出轨儿媳妇平分财产的缘故，故意向他们提出了要转移财产、假离婚的方法，然后将自己名下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全部转移。张耀的演技和文案巨好，很多人看到了都痛哭流涕。这个继母也太坏了吧！我也是有孩子的人，他的妈妈应该在天上急得团团转吧。我看到这条评论，差点笑出声来。张耀的妈妈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应该会羞愧地撞墙吧。
小时候苛待人家，长大还抢别人的房子，真是不要脸。张耀聘请的亲友邻居水军也纷纷上线。我是博主的邻居，他小时候都是吃不饱，天天捡垃圾吃的。我是博主的同学，他上学的时候全身都没有一块好肉啊。在张耀的运作下，热度指数那是蹭蹭蹭的往上一直涨，一时间激起了很多网友的转发。我没有回复，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张耀还在视频的结尾祈求好心人要是知道我的行踪要告诉他。我知道此地不能久留了。张耀和张明德给我买了好几份保险单。我刚准备收拾行李时，我的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你爸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现在已经病危了。你要是有良心就回来。我将那条信息删掉。这个肯定是张耀和张明德用来迷惑我的。收拾完行李，打开微博一看，张耀已经注册好了账号，开启了直播。直播中，他对着我爸嘘寒问暖，我爸不停地称赞他孝顺。张耀开始对着直播间喊话。我爷爷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一直把他当亲爷爷看待。我每天都有来看我爷爷，对吧，爷爷？我爸脸上瞬间闪过不自然的神色，但还是点了点头。距离上次我爸和张耀见面的那一次，还是我嫁给张明德的时候。张耀人也不傻，知道用老人来博取大家的同情。张耀抹着泪，我爷爷身体不好，每个月吃药的费用都快5000了，之前都是我用我的积蓄付的，现在我继母将我家的全部财产全部卷走，我是1毛钱都没有了。没办法，我只能求助直播间的家人们，带货也是无奈之举，请大家支持。3、2、1，上链接。我就说嘛，他哪有那么好心过来看我爸？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带货，他想通过带货实现财富自由，想得美。我申请了直播连线，张耀以为我是哪个网友，为了直播间的流量，他同意了。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眼睛都瞪大了，口中的粗话呼之欲出，但他可能想到这是直播间，就忍了下来。妈，你去哪里了？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房子？不知真相的网友不停地刷屏。老巫婆，为什么抢人家房子？我单刀直入，张耀，你说我抢你房子，你有什么证据？我掏出了我的还款明细和付首付的转款，首付和每月贷款都是我付的。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爸买的？修字你会写吗？我掏出证据那一刻，网友的评论就转向我这边了，全是阿姨付的，那房子就是阿姨的。网络上的事情都是有反转的。张耀没料到我突然有脑子了，拿出这些证据来反驳他。他眼珠一转，指着我：你付的又怎么样？你拿你工资买房子，但是你用我爸的工资养你爸，然后当作家庭开支，所以这房子不完全是你的。我被他气得笑出声了。从我嫁给张明德起，他什么时候出去工作过，就天天翘着个二郎腿对着我吆五喝六的。张耀，我再问你一遍，你爸真的有工资吗？张耀眼神只有一瞬间的飘忽，但还是很坚定地说：我爸当然有工资。我又掏出了一段视频，对着摄像头播放了起来。画面中是张明德向他的好兄弟们炫耀，他一辈子没上过班，全是啃我的工资。在确凿的证据下，张耀闭上了嘴。张明德见情况不对劲，就开始跳出来蹦跶。我虽然没上班，但是我和我儿子天天照看你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张明德冲着我爸喊话：爸，你说对吧？我爸摇着头大哭：你们俩是谁呀？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女婿和孙子啊？为什么要骂我女儿啊？我刚刚都按照你们的要求点头了，你们可以放过我吗？不要把我关起来呀！
底下的评论清一色刷屏，天天去照顾老人，老人还能认不出人家？这两个男的可真会说谎啊！阿姨，我要向你道歉啊！张明德眼见情形不对劲，就开始向我泼起了脏水。宋青云，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和我离婚不就是外面有人了？我白了他一眼，然后提高音量缓缓地说道：我外面没人，我之所以和你离婚，是因为我发现你亡妻的死和你脱不了干系，我不想死在你的手中，所以我和你离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给我买了好几份高价保险。我话音刚落，张明德脸色瞬间就白了，一直叫嚣着让张耀将直播间关了。张明德害他亡妻的事，是我偶然在一次张明德醉酒中自言自语说的。原来张明德早就厌恶了他那年老色衰的亡妻，在得知我爸要将我嫁人换取钱财时，他就对他的亡妻起了杀心。这也是为何张耀在看到我第一遍时，就说他妈妈的死是我造成的。你妈是你爸害的，你找你爸呀，找我做什么呀？张明德那副心虚样，瞬间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好奇心，大家纷纷化身福尔摩斯来找蛛丝马迹。这不查还好，一查立马发现了好多不对劲，大家纷纷将自己查到的信息艾特网警。张明德亡妻的家人也去警局报案，警察也受理了。案情还未侦破，就传来了张明德和张耀的死讯。根据张明德出租屋的监控得出的真相，张明德确实害了他的亡妻。张明德想让张耀去顶罪，毕竟他当时年纪小，张耀不肯，两个人就大打出手，落了个双双死亡的下场。而我拿之前就为他们买好的保险，开启我人生的下一阶段。在我拿到保险金时，我爸打来了电话：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你的房子得给我，不然我就一根麻绳去村口大树。又是老掉牙的话语，我不会再被你要挟了。我很明确地拒绝了他，房子我是不会给你的，至于你所说的麻绳，你爱怎样就怎样。我拿着我的保险金，开启了看花、看云、看天的旅程。